其实我很想在这个影片介绍一下最新的 iPhone， 但是升级的地方实在是太少了，有点难介绍。因为除了像灶炉一样的相机， iPhone logo 被换了一下位置， iPhone 的字不见了，好像真的没有什么不同了。但是从今年的发布会，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个有趣的东西。苹果今年发布的新 iPhone 并不是要卖给你的，苹果的营销策略已经改变了。从以前到现在，每一家 iPhone 面世其实都是面向不同年龄层还有不同收入的族群。在2013年 iPhone 5S 发布的时候，后面还跟着一个阉割版的 iPhone 5C， 就是那一个 iPhone 史上最大的败笔 iPhone 5C。iPhone 5C 基本上就是把上一年的 iPhone 5套上一个鲜艳颜色的塑胶皮，然后换一个名字，再拿出来当新机来卖。为什么苹果要这样做？推出一款 iPhone 5S 的阉割版，然后再卖得更便宜，其实就是为了吸引那些预算比较低的族群，就很像学生群体，让他们有一个比较低的门槛去接触苹果的生态圈，然后再慢慢培养成标准的果粉。但是很明显，这个策略失败了。当年 iPhone 5C 实在没有卖得很好。其实很多公司都在用着这一种策略，推出一款今年最屌的旗舰手机，然后搭配一款缩水的版本，阉割掉一些功能来降低售价。就很像今年我们看到的 Google Pixel 3a， 还有 Samsung Galaxy S10e， 这些手机都是阉割版的手机。苹果其实在 iPhone SE 上面也用过一样的策略。iPhone SE 保留了当年旗舰 iPhone 6S 的配置，像是处理器啊、相机啊，但是机身却缩水成了 iPhone 5S 的躯壳，结果还是一样卖得很好。又或者是当年的 iPhone 8，跟同期推出的 iPhone X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除了那个看起来比较过时的外观。这些阉割版的存在，给了那些想用苹果手机，但是预算又不高的族群多了一个选择。去年 iPhone XS 登场的时候，后面跟了一个 iPhone XR。虽然讲 iPhone XR 只有一颗后置相机，屏幕还是 LCD， 但是它还是成为了今年销量最好的 iPhone。iPhone XR 刚刚问世的时候，我以为苹果还是跟以前一样推出一款旗舰机，然后搭配阉割版。但是直到 iPhone 11的问世，我才发现，代志不是公人所想的呢。苹果的行销策略真的改变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旧 iPhone 的升级款。iPhone XR 的下一代是 iPhone 11，XS 的下一代是 iPhone 11 Pro。从今年新 iPhone 的命名，你就可以发现，其实 iPhone 11不是 iPhone 11 Pro 的阉割版， iPhone 11才是今年标准的旗舰。那 iPhone 11 Pro 的定位就晋升到了奢侈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Luxury Item Premium Phone。苹果最新的营销策略已经不是旗舰搭配阉割版，而是旗舰搭配一个奢侈版，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 iPhone 的售价会越来越高。苹果在告诉你 iPhone 11 Pro 是一款奢侈品，如果你想买普通的 iPhone， 你可以找 iPhone 11。作为旗舰的 iPhone 11是要卖给预算高的人，而奢侈版的 iPhone 11 Pro 是要卖给预算更高的人。所以你不要搞错，苹果从来不卖便宜的东西，如果你不够预算，就去买以前更老的 iPhone。 从这个命名方式来看，我们知道苹果的新 iPhone 很显然不是卖给你这种穷鬼的。OK 啦，其实我才是那个穷鬼。谢谢你的收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不然我就要继续穷下去了。我是 CC Cat， 下次见。